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一个1%的反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出现反弹呢？首先，这里面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代表了下跌趋势的开始。悟空阴线之后呢，走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注意看到啊，我们这个八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是通过合并 K 线分类出来的。这里面有八戒主阴线和后面遇到的妖怪，也有沙僧主阴线和后面震荡过程当中遇到的妖怪 K 线。那么主阴线和妖怪 K 线通过合并，才是一个主要的下跌 K 线组。那么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宣告结束。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反弹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同时呢，我们在前面几堂课当中也提到了，目前点位是非常接近于169日均线啊。那么169日均线我们看到是32901点啊，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169日均线，所以呢，行情在这个位置上，由于169日均线的支撑作用，同时呢，也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反弹。那么外围市场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落地，主要是它的消息面因素影响因素在本周完全落地之后利空的消息出尽了，所以呢，对应的来说就是属于一种利好。因此呢，在多重技术面和消息面的影响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1%的反弹。那昨天就提到了比特币已经出现了缓跌的迹象。为什么这里面出现缓跌呢？同美股类似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刚才提到了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完成之后这个波峰连线、布谷连线始终围绕这个反弹形成了一个多头方向的筹码空缺，进行不断的回补，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变盘的区域上跌破了主要的支撑线。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震荡过程当中发生的跌破行为。因此呢，同步美股之后同步美股的反弹趋势之后，比特币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这里的反弹呢仍然不构成反转。第一点呢是上方波峰连线形成了压力位，在$27,000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上方$27,300附近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第二座和第三座的压力大山因此呢，目前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反弹之后，仍然容易出现继续下行的结构。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反复提及4月17日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目前行情仍然处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行情是逐渐缓慢下跌的，但仍然没有完全的脱离悟空阴线。那么行情在接下来的下一周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容易走出一个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甚至走出唐僧阴线组，最终呢完成它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总而言之呢，在大的时间周期上，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反弹呢仅仅是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并且反弹过程当中伴随着上方3座大山的压力位，因此呢，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在各重压力线附近是可以布局空单的。但是呢，随着下跌，我们认为比特币的下跌趋势会逐渐进入尾声，特别是目前时间点是在5月下旬，那么在5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2个月的时间点，我认为是逐渐见底的一个时间阶段。在7月份以后，我认为行情会逐渐回暖但在回暖的前后呢，这个底部的位置是缓慢出现的。直到时间走过这个阶段之后，我们才能回头来看最终的底部在什么位置。因此呢，对于多头和现货来说，目前是可以建立一个观察仓的。这个观察仓呢，是您同行情要起到一定的联系的作用。只有有仓位才能同行情建立关系、建立联系。有了关系和联系之后，行情的波动才同你的资产有一定的震荡在这样的震荡过程当中，你才容易把握底部区域。注意到这里提到的是底部区域。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主要有这几点是获利因素。第一呢是趋势第一呢肯定是要
提到是一个趋势，目前是一个下跌趋势，逐渐见底的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啊。那么第二点呢是控制仓位，分仓进场啊。第三点呢才是把握点位啊。那么在行情当中抓住这几点，就非常容易把握25年牛市到来之前的巨大利润。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度正在缓慢上行，但在上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存在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因此呢，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会逐渐遇阻开始回落。那么一旦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遇阻回落之后，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可能会出现快速下行。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太坊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横盘震荡，这里的震荡仍然处在于日线级别下跌息流当中的一个沙僧阴线组的位置。那么走完沙僧阴线组下方，在日线级别上仍然有唐僧阴线有可能会出现。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唐僧阴线出现之后，在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1600附近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这个位置呢，我们回看23年3月份这轮行情，3月份这轮行情就达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里，然后出现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行情。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1600大概率会回踩得到。那么如果这个下跌的时间周期最终放大到同比特币类似的周线级别下跌息流，目前以太坊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息流，那么目标点位大概率会在$1500箱体下边线附近出现。所以呢，目前以太坊虽然是略强势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沙僧位的横盘震荡但是呢，它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此呢，对于多头或者现货来说，要缓慢抄底，然后分仓进场，控制仓位之后呢，才能把握住这轮行情。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出现了一个板块轮动首先是 HIGH 它是一个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个币它是一个 VR AR 板块的是一个热门板块。在上轮行情当中，我们见证了 HIGH 高达接近5倍的上涨幅度，急速上涨之后呢，对这个上涨形成的筹码缺口进行了反复的回补动作，最终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跌破了横盘震荡形成的一个平台梯，同时呢，也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跌破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在大幅上涨之后，跌破横盘震荡区，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就这一点呢，我们前2天分析 UNI 也说 UNI 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 K 线去找一个代币这个代币呢就叫 FAIL 代币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在20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比特币一路狂涨，但是 FAIL 代币呢形成平台之后呢，快速下杀，跌破了$27附近的平台期。跌破之后呢，进入到$20的震荡区间，这个震荡区间呢就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然后随着比特币的上涨那么 FAIL 代币呢出现了一轮行情。它的这轮行情在当时就有人问我能不能涨到$100之上，我毫不犹豫的告诉他，必然会涨到$100以上。原因是FAIL 代币在这个位置上跌破了震荡过程当中的平台期，跌破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上涨阳线。这根阳线在标志性的上涨阳线出现之后，我们就认为是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很高的预期的，因此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见证了 FAIL 代币涨到$240附近，然后随着牛市见顶开始逐渐回调回落到当前的价格上来。那么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之后我们认为 FAIL 代币和刚才我们提到的 HIGH 都出现了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不是左侧交易，也不是右侧交易，它是一个我们 K 线期油战法当中有一个第二部分叫四象战法当中的一个北侧象限一个北侧象限。那么通常在地图上我们认为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是在古代在这个100年之前中国人的方位逻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完全和当前世界地图是相反的。因此呢，我们对这个
下面的这个象限啊，认为是北侧区域，在这个区域上，那么北侧呢就是相当于水位，水位是酝酿财富的位置，在这个区域上是要布局一定仓位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 HIGH 出现了一个上涨行情。那么回到我们经常提到的啊，重点要布局的 UNI 来说，那么它也出现了一个黄金坑的现象。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跌破底部水平线的之后呢，下方就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目前呢，已经非常接近于前低$3附近啊。这个位置呢，虽然在$5，但是从图上来看也非常接近前低$3附近。那么下方这个区域上就是布局现货或者是低倍多单的一个位置。对于 UNI 来说啊，它出现了这个 Uniswap 3.0之后啊，目前是一个最火爆的DeFi 交易所啊，因此呢 ，UNI 的价值目前被明显低估。在未来呢，我认为 UNI 必然会涨到$100以上啊，因此呢，对于进入黄金坑的 UNI 啊，是可以进行一定的现货布局。那么6月份还可以重点啊，6月份来临之前还可以重点布局的一定是香港板块公链龙头币种 CFX 啊。目前我们看到啊 ，CFX 之前涨速非常凶猛，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在沙僧阳线出现之后啊，这里面类似我们人生多震荡，因此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特别长时间的调整过程。但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我们画出来了，那么底边线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于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近焦点区域呢是可以布局的一个位置，但要分仓进场，因为近焦点区域发生变盘，有向上的机会，同时呢也有向下寻找支撑的一个机会。向下寻找支撑呢会进入黄金坑，向上突破的话，你要有仓位才能获利。所以呢，无论如何你要有第一个仓位在当前$0.3附近。那么对于周线级别 CFX 上方仍然有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所以呢，目前在调整接近尾声的这个位置上去建仓建立第一个仓位是完全不亏的，也符合 K 线修战法当中第二部分4项战法当中的一个逻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